多么，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魔玩杂货部，我是部长73。那今天假面骑士 C 吧第二季，不知道大家看的如何啊？那今天的话，部长还是想再谈一下关于这把圣剑驱动器的一些事情啊。那这把圣剑驱动器呢，发售也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想谈一下个人的关于这个圣剑驱动器的一个把玩体验，以及在游玩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游玩事项。那另外关于这个驱动器的一个音效发动的一个结构解析呢，这1个礼拜我也差不多研究了一下啊，所以大致也搞懂了它的一个原理结构，所以想把这方面也再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不管是你今后想要购买这个圣剑驱动器也好，还是说在把玩时候可以想给大家再做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参考，好吧？那今天我首先来看一下的是这个圣剑驱动器和这一个腰带本体啊，这一个手感的问题。那这个手感呢，其实非常好。这个今年这个驱动器的一个手感可以看到怎么说呢？不管是在拔刀状态还是在纳刀状态，这一个手感都非常顺滑，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本身这把腰带的卖点啊，其实就是一个拔刀变身嘛，所以说万代肯定是在这方面有做过一定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手感非常好。包括在收纳状态还是拔刀啊，这一个手感的话，部长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呢，这个拔刀的一个情况，这个手感虽然做到非常好，但是在这个神奇书啊，就是在这个书插到这个腰带本体的时候，这个手感这边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的。怎么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顺滑的可以卡进去这个槽位，大家可以看还稍微有点紧，你还是需要稍微用点力的，这样子才能进去。所以并不像以前发射，比方说像比尔多驱动器的那个装满屏，像那些的话就是会非常顺滑的插到这个腰带本体里。这一次的话，估计是可能稍微过了一点时间的话，这边的缺口或者说这个口啊，应该会自然就会稍微能张开一点啊。现在刚刚买回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硬的，就是你是需要一定的力气来进行一个拔插的。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第1个槽位还是第2个槽位，都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力气。那另外还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一个驱动器啊，虽然剑的拔插效果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这把剑和腰带本体的这一个固定的一个紧实度啊。可以看到，如果说握着这个腰带的本体稍微抖个几下，这把剑就可以非常容易就可以掉下来，可以看到，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这样掉下来。所以呢，大家在拿着这把剑走路啊，或者说在移动的时候，要千万注意啊。个人建议的话，你要不然是这样子拿，要不然的话就是倒过来，手里就是直接竖着这样子拿比较好。千万不要被你家熊孩子就直接拿着这把剑到处跑，然后啪的一下直接甩到地上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了。因为毕竟这一次的音效全部是收纳在这把剑本体当中，这个本体一坏的话，那就基本上也就不能玩什么了，对不对？好，那接着再讲一下这把神奇书啊，在插到这个腰带本体之后，它不是会有一个就是释放的一个必杀技的一个效果嘛？就是把这个页面打开来之后，通过按压这个页面所发出的一个类似于第1集当中骑士拳击的那个莱达胖起的那一个必杀，就把它按下去。就是这样子一个音效，通过按压这个页面所触发的一个必杀技。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不是很好压。其实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其实这边它在固定骑士书的这个位置啊，它这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固定位点，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能不能放大一下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所以说你在这个书啊，在拉到一定情况下之后，就不能再往后弹了。虽然说它是依靠一定的一个弹性形变来触发的一个必杀技，可以看一下，这样子按下去。所以呢，这个必杀技触发虽然触发是能触发，但是它这部分呢，实际上是已经顶在这个位置，是无法再往后拉的。单纯是依靠这个塑料的一个弹性形变来触发的一个必杀音效，所以说不知道玩久了之后会不会发生这个神奇书的一个损坏啊？所以说这点的话还稍微有一点担心的。
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一个位点的设计可能是一个产品缺陷啊，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部长其实倒也能理解万代为什么要会做这样子一个设计，因为在拔刀变身的情况下，输液展开，如果说展开的力度如果过大的话，它就会比较误触发这样子的一个输液的那个里面的故事的那个音效，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变身音和故事音这个效果音就重叠了，所以说万代当初也是考虑这方面啊，所以说让这个输液展开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无法再往下继续展开，所以说才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位点所以说倒也算是一个权衡了各方面关系之后所不得已所做出来的一个设计，个人是这么觉得的，不知道大家认为如何好，那我们接着看下去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腰带本体的这一个内部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看不到，它在那个腰带内部里面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起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小的一个凸起物。那这一个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扳机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一个结构来起着在拔刀变身之后负责把这个输液展开就是这样子一个作用。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把这个扳机按钮可以往后推一下，可以看到就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扳机的一个回弹。来触发这个底座当中这一个顶针可以看到。那触发之后呢，那就是可以把这个输液打开了，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就是比方说，在底下，可以了，就是这样子把这个输液打开。那关于这一个圣剑呢，这次是把喇叭，它是坐在了这个后面，可以看到。那坐在后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那不管是我们在做评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在把玩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音效听上去还是有一点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去年的，也不能说去年了，刚刚完结的假面是灵异飞电驱动器那个声音我觉得还要比这个要稍微再响一点，因为它的喇叭是坐在前面的。那这个是正面音效，如果说我们反过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听出这个音效的一个差距我个人是觉得怎么说呢，稍微有一点闷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个大问题，对吧？那再来谈一下这把圣剑的一个收刀和拔刀的一个效果音的问题那大家知道把这把圣剑插入到腰带本体时候会有一个收刀音就是这样子一个声音，拔刀时候也是，对不对？那管理这些音效的按钮呢就在上面这就是这个黑色按钮，它在回弹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按钮会被触发，拔出来的话就自动释放。所以大家应该知道，那这次圣剑驱动器的一个基本玩法呢，就是把这个神奇书的 NFC 感应区域对应这个圣剑的这个感应区域，两 NFC 对应之后来实现一个音效的一个演出，当然前提是在纳刀情况下。所以说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非常简单就可以推理出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按钮按下去，那现在就是收刀情况下，对不对？然后我们随便吧，就比方说除了这一个位点之外，其实它还有当中和底部各有一个感应区，因为毕竟可以插3本书嘛。那么随便靠当中的我们来靠一下，好吧？其实这也是可以触发一次那个待机音效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按钮给放掉。所以在知道了原理之后，你其实不插回腰带本体是也是可以玩一下这个音效的。所以同理我们因为这边有3个感应区嘛，我们把这个按钮再按下去。同理你再发动2侧、3侧其实都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们发动一个2侧好了，好吧？
所以啊，在不纳刀情况下，两侧、三侧、单侧其实都是可以来这样子一个把玩的，这个算是一个乌拉瓦扎了，这个对吧？那最后呢，部长想谈一下关于这个发动聚合斩用的这个必杀卡槽啊。那关于这个卡槽呢，看过我之前评测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它在收刀状态下和拔刀状态下都是有一个音效演出的。但是仔细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现了，它这个收刀和拔刀它的音效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实际上这一个音效演出，它跟上面这个按钮啊，其实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啊。它也单纯靠的也是一个 NFC 的感应。可以看到，这实际上它跟这个按钮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物理接触啊。也是靠这边的一个 NFC 区域跟这个圣剑本体的 NFC 感应之后发出的一个音效。所以同理啊，如果说我们在拔出期的情况下，我们来贴近这个圣剑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发动这个音效的。所以打个比方来说，这样子也是可以同时发动必杀的。那这也算是一个游玩的一个小技巧吧，其实。那另外呢，在收刀状态下，跟刚才同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按钮按下去，然后再拿这个神奇书来贴一下，也是一样能发动这个变身带基因的。我们再放着。那虽然这个最后啊，因为它最后是感应了这一个必杀卡槽，所以说完整的音效是无法听的，但是至少感应还是能感应的，对不对？那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一个所有内容了。不知道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能不能让各位对这个圣剑驱动器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啊？关于今年这个圣剑驱动器的话，玩法其实特别多，部长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包括这个造型啊，以及音效演出。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可以去买来玩玩看的，可以弄来打发时间啊，或者说拿来变身啊，这个其实都蛮好玩的，好吧？那 OK，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并记得点赞、投币、分享支持啊！我是部长七菜，下期节目再见。変身。またね。